大家好，立秋后我们要多吃黄豆。平时我们买回来的黄豆不是打豆浆，就是用来煮粥。今天我教你一个不一样的新做法，这个做法相信大多数人都没见过，更没有吃过。出锅营养美味又解馋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家人天天点名要吃。这是泡了4个多小时的黄豆，像这样胖乎乎就是泡好了。接着把黄豆捞出来，放进大一点的盘里面。剩下这泡黄豆的水，我们不要把它倒掉，其实这里面全是黄豆的营养和精华，留着备用。接下来把黄豆放入蒸锅里面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开中大火把黄豆蒸熟，大约需要3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黄豆也蒸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随便拿起来一个黄豆，用手一捏就能捏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它取出来，直接倒入绞肉机里面，给它打得碎一点，吃起来口感更好。这里我们也不用打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状，有嚼劲，越嚼越香。打好之后，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多放点。再加入3克这个高活性酵母粉，然后将泡黄豆的水全部倒进来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黄豆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多种营养成分，立秋后我们要多吃点，对身体非常的好，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更要多吃。搅拌均匀以后，再倒入适量的面粉，面粉我们要少量多次的加入，继续把面粉快速搅拌均匀，使面粉和黄豆碎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如果感觉有点干，可以放少许的清水。最后搅拌至用筷子能挑起来，像视频中这样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盖上盖子醒发30分钟以上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准备一把红枣，放入碗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每个红枣都洗一遍。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谢谢您的支持。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捞出来，放入盘中，然后用厨房剪刀给它剪成小块，顺便去掉枣核。去核之后，再给它剪得碎一点。剪好之后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面糊也醒发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，里面全是蜂窝状。然后我们把剪好的红枣碎全部倒入面糊里面，把它搅拌均匀，顺便给面糊排一下气。搅拌到没有大气孔就可以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，我们准备2个漂亮的小碗，用刷子在底部和边缘都刷上一层食用油防粘。然后再撒上一点黑芝麻，好看又增香，也更好脱模。接着把面糊倒进来，将2个碗倒入8分满就好了。放好之后，用铲子把面糊整理平整，然后在上面摆放上几个红枣，好看又好吃。接着我们把它们放入蒸锅里面，盖上锅盖，先不要着急蒸，再给它醒发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后，面糊慢慢变大了，发了满满的2大碗，这时候就可以开火蒸了。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开大火，水开之后计时，蒸25分钟。蒸好之后又焖了2分钟，快速的打开盖子，哇，一股黄豆的清香味儿和红枣的香甜味儿扑鼻而来，实在太香了，非常的暄软，稍微的放凉。给它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用手沿着边缘给它扒一扒，这样更好脱模。看一下底部也非常的漂亮，蓬松又暄软，看着太有食欲了。给它切成小块，方便食用。放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
一道非常好吃的黄豆红枣发糕就制作完成了，像面包一样暄软，闻起来非常的香。看看里面满满的黄豆碎和红枣碎，绵软适口，香甜又好吃，吃起来松松软软的，超级的美味，比蛋糕还好吃。我家一周做8次都吃不腻，当早餐也是非常不错，营养丰富，口感好。每次这样做，我家爱挑食的孩子都抢着吃，做法超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